雌虎装甲车，世界最重的步兵战车，战斗权重63吨，吊打 T90M， 堪比重型坦克，装甲防护更是一绝。雌虎装备了电磁装甲套件与主动防护系统，与重型坦克相比，防御丝毫不逊色，甚至有所超过。不过，对于这样一款防御性能爆表的步兵战车，评价却是两极分化。极致的防御也就意味着机动性较弱，在反坦克导弹的攻势下，究竟能抵抗多久也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对于以色列而言，雌虎在战场上有什么用途？能否抵挡反坦克导弹的攻击？现代主战坦克的战斗权重，轻者如美军的 M10， 最大重量42吨，重者如豹 2A6， 战斗权重达到了62吨。更有甚者，战斗权重可以达到70吨以上，比如 M1A2 SIP V3 73.6吨。作为主战坦克战斗支援车辆的步兵战车，重量一般在20到30吨之间，无论是装甲厚度还是火力，都要略微逊色于主战坦克。当然，这个重量并非绝对。以色列研制的雌虎步兵战车战斗权重63吨，已经超越一部分主战坦克，比如豹 2A6 T90M， 重量和以色列国防军现役的梅卡瓦4相当，是目前世界步兵战车中重量最大、装甲最厚的。在防御上，雌虎装备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车顶布设复合装甲块，车体加装电磁装甲套件，履带用侧裙板保护，车底安装有防雷装置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吊打坦克。不过就是这样一款步兵战车，评价却是两极分化。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研制一款防御性能拉满的步兵战车？以色列陆军的机械化水平完全可以达到世界前列，但是以色列步兵并没有装备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、安装炮塔可供步兵在车上作战的步兵战车。以色列的步兵战车都是按照本国标准制造，就比如雌虎，虽然可以称为步兵战车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，雌虎就是一个超重型装甲运输车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以色列的作战环境。对于以色列而言，当前的战争模式不是像之前的中东战争那样一战定乾坤，而是长期的低烈度城市战。面对这些相对狭窄的作战区域，以色列装甲部队的主要威胁就是各种单兵反坦克武器。装甲车辆的设计首先要满足的是防护能力，保护己方士兵尽可能免遭伤害，而不是机动性。毕竟在城市作战时，坦克也没办法跑太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以色列陆军的装甲旅几乎完全侧重于坦克部队，就算是运输车、步兵战车等车型，战斗权重也不逊色于坦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雌虎应运而生。从以色列装甲运输车的发展来看，重型化就是标配。早在1988年，以色列就将在中东战争中缴获的 T54、T55 改造成阿奇扎里特重型装甲人员运输车。首先拆掉了 T55 坦克的炮塔，使用通用汽车的紧凑型柴油发动机，取代了苏联 B55 发动机，从而在车尾右侧加装了一个可以打开的舱门。为了车内人员的安全，安装了总重为17吨的钢制装甲和反应装甲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阿奇扎里特的重量超过40吨，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款步兵战车。阿奇扎里特研制成功之后，以色列就继续改造重型装甲车，研发新的产品。从2004年开始，以色列就筹划制造雌虎重型装甲车。2017年的时候，以色列国防部对外发布了雌虎重型步兵战车，战斗权重63吨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重量也就意味着防御。雌虎的重量与梅卡瓦4相当，主要原因就是底盘，雌虎就是在梅卡瓦4的底盘上研制的。从外观上来看，二者很是相似，可以将雌虎看作拆除炮塔的梅卡瓦4。在装甲防御上，雌虎与梅卡瓦采用了相同的模块化装甲，不过雌虎的厚度更高，因为省去了炮塔结构，雌虎可以将省下来的重量全部用于增厚装甲。车顶也布设了复合装甲块，
车底安装有防雷装置，雌虎的车身还加装了电磁装甲套件，听起来很高大上，但原理其实很简单。一旦遭到敌方火箭筒之类的武器袭击时，这种系统会自动产生高压电流环绕车辆，从而在车辆外围形成强磁场。敌方火箭弹进入磁场后就会遭受干扰，并提前引爆，从而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。当然，目前流行的主动防御系统也不能少。雌虎配备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，可以侦测来袭目标的运动轨迹，并发射拦截弹药，将目标提前引爆，保证战车的安全。梅卡瓦系列均为发动机前置，雌虎也不例外，可以为车辆提供额外的正面装甲防护能力，在防御破甲弹时极为有效。就防御性能来看，梅卡瓦可以有效抵御单兵反坦克武器、中等口径弹药、简易爆炸装置、地雷和炸弹的袭击。只是相对而言，重量太高，也就意味着机动性不是很好。雌虎的底盘和动力系统基本师承梅卡瓦，最大速度只有60公里每小时，与德国 KF41 每小时70公里以及俄罗斯 BMP2 每小时72公里的速度相比，雌虎略逊一筹。不过，以色列国土面积小，对机动性的要求并不高，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已经足够了。至于火力方面，雌虎比主战坦克差得多。雌虎运输车型号火力较为薄弱，最多2挺遥控机枪的组合，或者是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和机枪的组合，再或者是30毫米加农炮的遥控炮塔，主要用于支援步兵作战。雌虎步兵战车的火力有了一定的提升，加装了遥控无人炮塔，附带2套光电设备，可以根据任务需要，在短时间内换 M240 型 7.62 毫米轻机枪、M2 型 12.7 毫米重机枪以及 MK19 型40毫米榴弹发射器这3种武器。这种炮塔的下部并没有进入战斗室的部分，不会占用步兵战斗室的空间，不影响战车运载步兵的能力。同时，雌虎步兵战车还加装了一门60毫米迫击炮以及30毫米口径的大毒蛇机炮。为了应对坦克的威胁，雌虎还加装了双联装的长钉 1R 型导弹发射器。在火控方面，雌虎的很多分系统都是梅卡瓦斯的技术，其中也包括火控、战场管理系统、车载数据链系统、车长独立热成像仪等等。因此，雌虎依旧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，而且雌虎的火控系统中仍然保留了主战坦克的猎歼射击模式，在控制高射机枪时，射击精度和反应力大幅度提升。在作战模式上，雌虎也很有特点。以色列国防军缺乏步兵战车，没有技术上的机械化步兵，这些乘坐装甲运输车的单位只能算是摩托化步兵，很难担负乘车协同坦克作战的任务。这也就是进一步放大步兵无法下车作战的弱点。雌虎则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以军近些年参与的作战中，装甲车辆以及成员的持续作战能力极为重要。装甲人员运输车需要经常在某地长期巡逻，在地形相对复杂的地区，不知道敌人会从哪个地方出来，下车也就意味着危险。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也证明，装甲车的成员下车往往意味着高度的危险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既然在游击环境中成员下车更危险，那就没事别下车。在相对危险的地区，雌虎的作战模式就是开到一个视野开阔处就停下来，监视敌方动向。此时的雌虎就相当于一个可移动的堡垒，作战的一切操作都可以在车内完成，安全系数大大增加，也可以避免发射器在行进时被破坏。只是装甲车成员不下车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，比如车辆的观察能力。雌虎没有侧面的观察孔，全车只在车尾有一个观察窗，要观察周围形势只能靠摄像设备。雌虎安装了4个摄像头，可为车内士兵提供360度的视野，摄像头为昼夜可用。士兵不下车还有另一个麻烦，那就是吃喝拉撒睡该如何解决。在梅卡瓦1坦克上，以色列就配备了一个容量为60升的饮用水瓶，成员在站位上就可以随时喝水。当然，在危险地带巡逻时，下车上厕所也不可取，于是雌虎专门配备了一个厕所。雌虎大概是世界上第一款在车内自带厕所的装甲人员运输车，尺寸类似于以往潜艇使用的马桶，可供成员在车上长时间待命使用。如今，这款改装而来的重型装甲车已衍生出很多车型。2019年，以色列陆军接受了雌虎装甲抢救车，采用雌虎装甲运输车底盘，左侧有伸缩吊臂，配有绞盘，可以执行牵引、救援、修理等任务。
采用了相同底盘和子系统。以色列还发展出指挥、医疗后送、技术支持等一系列车型，雌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。与其他国家的装甲车辆相比，雌虎的特点极为明显，极致的防御可以做到更好的保护成员。不过，从各国装甲车辆的发展以及战斗环境来看，重型化已经成为步兵战车的未来。现代战场的环境已经没有轻型装甲车的生存空间，就比如俄乌战场之上，乌军的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对俄军的装甲车辆造成了巨大损失，因此各国的新一代步兵战车在防护力、信息化和主动防御系统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，装甲厚度和抗击打能力大幅增强。相对的，战斗权重也有一定的增加。英国的阿贾克斯、俄罗斯的 T-15、韩国的 AS-21红背之初、德国的山猫、美国的 XM-30等步兵战车战斗权重均接近或超过了40吨，其中英国阿贾克斯战车的权重为42吨，俄罗斯 T-15战车以阿玛塔坦克底盘为基础，估计其重量应该在40吨以上，披挂全套附加装甲后，战斗权重可能会达到50吨以上。美国陆军对于步兵战车的需求明确要求防护能力大幅提升，预计战斗权重至少在35吨，可能接近40吨。这点其实很好解释，作为世界第一款真正的步兵战车， BMP-1 独领风骚，对面手里是 RPG 和无后坐力炮时，威胁不算太大，只是目前的反装甲火力升级速度太快，步兵战车面对的都是化学能破甲1米多，动能破甲800毫米以上的反装甲火力，制导方面也是五花八门，攻顶、红外、激光架数等等。薄皮大线的轻型装甲车早就无法满足作战需求了。叙利亚战场上大批被击毁的 BMP-1 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而且冷战后的时代，各国对于军队建设的基本宗旨大多都从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名步兵的整个服役周期所花掉的经费可能是过去的几倍。此外，传统的机械化步兵在作战时的问题不是火力不够，而是下车步兵不够，并且任务繁多，需要承担警戒护卫、火力侦察、建筑群清剿、激光制导炸弹引导等一系列下车工作。为了避免损失，步兵战车加厚装甲就是唯一的选择。在美国这边，重型步兵战车的研究相对较早，比如 M2A3 布雷德利，战斗权重已经达到了34吨。至于俄罗斯这边，好像就只有蓝图可以讲一下。以 T-14 的阿玛塔主战坦克底盘研制的 T-15 重型步兵战车，在2015年就已经参加了俄罗斯胜利日阅兵仪式，但始终没有大批量装备，合理存在一定的硬伤。T-15 在车体设计上整体继承了 T-14 的设计，还装备了重型无人炮塔，试图在具备运载步兵的同时，具备不亚于传统步兵战车的火力。受制于兼具各类性能的需求， T-15 的车体长度已经超过 T-14， 机动性、灵活性不太好，火力也相对较弱。虽说最新型号安装了57毫米主炮的遥控炮塔，但具体列装时期未知，防御也有缺点。在发动机上方的顶部装甲开有2个大型散热口，并且没有任何强化防御措施。俄罗斯在坦克技术整体裹足不前的情况下，盲目尝试装备不同概念的装备，结果就是新装备出现了较大的缺陷，难以形成足够的战力。其实鄂木斯克设计局之前就在 T-55 坦克的基础上研制过 BTRT 重型装甲车，可以根据需要安装从机炮到反坦克导弹的多种武器。其主要缺点就是对发动机和传动部分没有进行改进，步兵必须从车顶的舱盖进出，这在实际战斗中是非常危险的。在这方面，乌克兰的 BMP-155、BMP-164 更成功一些。底盘旋转360度，车尾变车头，这样可以轻松布置下容纳10人的载员舱。尽管改动较多，但性能却非常出色。总的来说，以色列的雌虎就是针对本国需求所研制的。对于其他国家而言，装备本身没有借鉴的必要，但可以吸收以色列在此类车辆方面的经验，研制以坦克底盘为基础的重型步兵战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雌虎在实战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